发发奇5亿美元被韩国电商收购，股价累计下跌大约98%。一家市值250亿美元的巨头最近以5亿美元的价格被廉价出售。它的股东呢，包括但不限于阿里、京东和腾讯。它就是 Farfetch 发发奇，一家英国奢侈品电商平台，创立于2008年，2018年呢登陆纽交所。买家呢是韩国公司 Coupang。这5亿美金的资金仅仅能帮助发发奇度过近期的财务危机，避免进入破产程序。发发奇是由葡萄牙籍的企业家 José Neves 2008年创办的，他提供网站和 APP， 是一家奢侈品的电商购物平台，有9种语言可以供选择，包括中文、英文、日文等等，让全世界的时尚爱好者能够尽享一站式购遍全球奢侈品的高端体验。发发奇的快速配送服务也通了全球190多个国家，在中国呢465个城市都可以购买发发奇。发发奇和其他电商不同的是，因为它的艺术 DNA， 它的创始人 José Neves 先生本身是一位非常有品位的艺术爱好者，而且在创办发发奇之前，人家就已经是一个亿万富翁了。我本人呢也非常喜欢发发奇的 APP， 尤其喜爱里面的服饰搭配，因为非常的有品位。我经常参考它的模特搭配，用普通品牌的衣服来搭配我的日常穿着。它的模特呢也给我很多的灵感，甚至我觉得浏览它的页面都是一种艺术的享受。所以虽然我经常对手机里面的 APP 进行断舍离，但是这个发发奇 APP 一直是舍不得删掉。那么从250亿美元，大概1800亿人民币的市值跌落到谷底，如今仅剩了2%的价格，大概是36亿人民币被出售。曾经一年能卖出30多亿美元的发发奇，竟然到如今如此被贱卖的命运呢，不禁是令人感慨。截止到目前，发发奇的股价已经累计下跌了将近98%，市值呢从2021年1月的260亿美金蒸发到了2.5亿美元。发发奇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发发奇不同于批发商自营模式和品牌自营模式的那种普通电商，它这个平台只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，它没有库存，不决定商品的售价，它只是帮助品牌和买手店进行线上销售，而且呢只销售国际的大牌奢侈品，从交易额中抽取一定比例的佣金。凭借着这种轻资产的模式，叠加奢侈品行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推进，发发奇曾经颇受资本市场的青睐。在2016年以前，发发奇就完成了 A 到 F 轮的融资。发发奇的高光时刻是在2010年到2018年，他从 A 轮直接奔向了 IPO。2017年，京东投资了发发奇3.97亿美金，成为他最大的股东之一。2020年1月，腾讯投了1.25亿美元。同年11月，阿里巴巴和瑞士的知名奢侈品公司利丰集团各投了3亿美金。此后呢，这俩公司又向发发奇的大中华区业务追投了5亿美元，并且共同持有发发奇中国联合的25%的股份。2022年，发发奇的财报显示，它的第2大股东呢是英国资管公司 Baillie Gifford， 持有它13.3%的普通股。另外呢，发发奇 IPO 之前，主要投资方还包括法国投资公司欧瑞泽、新加坡淡马锡、风投公司 IDG、欧洲私募基金维特鲁威和法国奢侈品公司香奈儿。你看看，全都是全球大牌的奢侈品的投资公司。但是时势造英雄，从全球和国内的趋势来看，最近这几年可以说是奢侈品电商的颓势期。国外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发发奇，国内呢就参考四库。从业界来看，发发奇由盛转衰的时间点是发生在2022年的下半年。它的收入曲线2022年第2季度营业收入5.79亿美金，第3季度就变成了亏损2.74亿美元，此后呢都是一路净亏，维持在亏1.7亿美元到2.7亿美元之间。它的现金消耗速度还很快，2022年的上半年它的现金呢减少了将近8亿美元，2023年的上半年它的现金消耗将近3亿美元，仅剩4个多亿美元在账上了。按照其半年消耗2.8亿到7.8个亿的美元速度它的账面现金流根本没有办法维持太久。而咱们国内大趋势大抵也是如此，时间上呢甚至是更早一些。
和发发奇类似的国内品牌四库成立于2011年，高速增长期也是2012年到2018年，19年就由盛转衰了，全年亏损达到26.8亿元。2020年上半年就亏损了23.5个亿，到了2020年6月底四库就已经开始资不抵债了，现金及等价物大概1.2亿，但应付账款和债务就已经超过30亿。随后的2-3年四库就萎靡不振，也缺乏东山再起的迹象。奢侈品电商由盛转衰，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通读财报就发现这两家公司都有一个大的背景，就是疫情。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呢，拿发发奇和四库来对比，我们发现它俩的原因又有所差异。四库的危机起源于2019年年底，疫情发生，线下门店和仓储物流受到了严重的制约，导致它的订单取消、退货等收入持续的下降。而另外一方面呢，疫情导致用户高端消费的需求收缩了。当然，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消费场景发生了转移，都转到了线上。在这场激烈的线上流量争夺战当中四库也是战绩不佳。而就国际市场而言，疫情对于发发奇的影响是相反的。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，发发奇还是坐享红利者，消费者倾向于线上购买奢侈品。而疫情消失之后呢，在奢侈品品牌的助推之下，消费者又回归了线下，发发奇反而被反噬了。对于许多互联网企业而言疫情的消失反而让他们猝不及防。以 Meta 也就是之前的 Facebook 为例，2022年11月开始裁员，比例超过 13%， 核心的原因就是疫情提前消失，导致此前的扩张变成了盲目扩张。大致的过程就是疫情兴起，消费场景呢由线下转战了线上，会引爆品牌在社交媒体的广告投放。在这种前提之下， Meta 2020年员工增长了 30%， 2021年增长了 23%， 而疫情提前消失之后， Meta 又开始裁员了。马斯克新收购的 X， 也就是之前的 Twitter， 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，他们是被疫情的红利开始反噬。综合而言，疫情也好，消费场景的转移也罢，需求转弱也好，都不是奢侈品电商转衰的本质原因。奢侈品电商的致命缺陷就在于，相较于综合电商而言垂直电商是缺乏行业壁垒的，它们并非两个行业，而是一个行业，相互两者之间还在竞争。因此在阿里、京东为代表的综合电商的挤压之下，奢侈品电商逐渐的落入了下风。不得不提的是，2023年下半年开始，奢侈品品牌也在迎来寒冬。奢侈品的业绩放缓，代表全球消费的降温，负面效果是不断的显现，释放着消费投资放缓的信号。法国奢侈品的巨头开云集团发布的财报显示，第三季度开云集团的业绩出现了2位数的下滑，营收下降了 13%， 到了 44.6 亿欧元。而集团最大的品牌 Gucci 营收跌了 7%。 LVMH 集团发布的2023年3季报显示今年第三季度 LVMH 营业收入是将近200亿欧元，同比增长 9%， 是今年 LVMH 营收首次低于预期。尤其是第三季度，它的中国和美国两大市场的增速均较去年同期有明显的下滑。2023年第三季度，爱马仕集团实现了 33.65 亿欧元的销售额，按照固定汇率同比增长 15.6%， 高于分析师的预期，但是比它第二季度 28% 的增速还是很大的放缓。几家奢侈品巨头销售额增速均比上一季度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放缓，这些数据纷纷的表明，疫情过后，奢侈品消费的热潮可能是即将结束了，更加剧了奢侈品电商平台的难以盈利。咨询公司贝恩则表示，明年2024年奢侈品增长的预期将会进一步放缓。